作为没玩过山口山只玩过窝3的我，喜欢的第一个英雄不是什么阿尔萨斯、伊利丹，而是雷克萨。原因无他，他的战役地图做得太有趣了，波澜壮阔的冒险，一堆有趣的伙伴，让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游离于族群之外的混血兽人。因此熊猫家最近预定及现货的雷克萨也属实是给我圆梦了。这次的雷克萨放在了 Hero Toys 线，大概率也是这条线最后1-2个角色了。素体又是大吼同款的 2.0 兽人素体，按照设定来说，混血的雷克萨应该比普通兽人大一圈，因此玩具只能同等高度，多少引起了迷友的不满。商家总要考虑成本嘛，我个人觉得算是且买且珍惜吧。不过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款素体本身的素质还是不错的，不然也不至于用这么多次。虽然素体相同，但雷克萨的涂装却不马虎，标志性的条纹涂装少不了，暴起的青筋给上的涂装，更凸显雷克萨不同于普通兽人的力量感。替换配件有给到一对裸足替换件，全脱换装的玩法依然存在，兽人何尝不是一种暖暖呢？不过这次的关节调教有点翻车，大腿根部和腰部感觉特别松垮，而且不是个例，只能自己上丙烯加固了。护甲部分依然是一贯的软胶工艺，定型良好的同时，身上的尖刺部分也不怎么扎手，保证了美系玩具适合把玩的优势。全身的盔甲都有轻战损的刻画，并通过自洗涂装做出了久经沙场的脏污感。左手上的铁护具，铁锈的质感表现得十分真实。护具上点缀的兽牙涂装更是出彩。众所周知，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，怪兽也是不刷牙的，因此牙齿根部做出了厚厚的牙垢，再通过自洗强调战损和旧化效果，看点是很足的。右臂上的兽骨则更凸显脏污感。再来看看狂野蝙蝠侠的头雕，帽子部分的毛发质感和精细度都还不错，口腔内部有光油点亮，整体神态把握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毕竟兽人头雕是熊猫家的强项。另外还给了一个闭嘴头雕，从后边能看到这个头雕的牙齿也是单独的分件，难怪精细度表现还不错。雷克萨的披风由上下不同材质的2部分组合而成，上面毛毡裁件，下面则类似麻布的手感，内置4根铁丝。披风和肩甲通过这个连接件固定在身上，很聪明的做法。披风这里还有个带子，感觉是应该把连接件装进去，但是连接装又没有流动，估计是工厂装配失误。我自己开了口子，把连接件装进去后，披风更加稳固，更难脱落了。2.0 兽人素体的可动我们看了很多次了，大家都很熟悉，简单过一下即可。配件方面，雷克萨标志性的斧子少不了，斧子上面还有兽首的装饰，斧柄的造型件做成了不可动，感觉有点可惜。附带了一张弓和3支箭，这套配置是不是在之前的限定兽人里出现过？剑身很软，不用怕折断。附带的弓弦是单独包装，需要自己安装一下。此外还有2个捕兽夹，2个都可以开合，一个普通造型，一个兽牙造型。小夹子还挺尖的，夹人挺疼，千万不要尝试去夹女友或者老婆，除非你抗揍。最后就是5对替换手型，握拳、爪形、开掌、指向和点赞手。有了雷克萨，怎么少得了他异父异母的好兄弟米莎？这次米莎一同发售，没有捆绑销售，可以单独选购。熊猫这家伙还是挺好心的。米莎就是之前的佐阿曼熊的减配版。说实话，我虽然之前就知道这个熊很大，但是没想到实物这么大。这家伙站起来的高度都有30厘米，初见的震撼感真的太强烈了。我这2个大胖手感觉都有点拿不动。据熊猫说，这个熊有4斤了，跟我家的大胖猫差不多了。唯独美系玩具，我认为大就是好。这种巨物的冲击感，是我之前看数据、看图片和视频完全体会不到的。
只有亲自拿在手里，才会真心感叹一句：我操，真牛逼！配角去除了佐阿曼熊的战甲，保留了替换熊掌和可动尾巴。默认的小啾啾是没有可动的，替换之后尾巴也就能动了。和原版不同的是新规的头雕，米莎的这个头做的是真不错，更加凶狠一些。这双小眼睛还真是炯炯有神呀，脸颊上还有不少伤痕的刻画。嘴巴可以开合，牙齿非常锐利，嘴巴内部也有上光油，舌头跟部球关连接，可以自由活动。这大牙是单独分件，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开合掉了，建议直接粘死，防止哪天突然找不着了。其他牙齿的刻画也不错，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，甚至左侧比右侧还少了2颗牙。现实中的棕熊舌头确实会呈现出部分黑褐色，不过感觉玩具是用的紫色，正面的牙龈部分也参考现实上了紫色组装。佐阿曼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它的毛发糊，我倒觉得美系玩具这么大的个子，这个毛发感觉已经可以了。熊掌的指甲还是比较尖锐的，把玩的时候要小心。最后看一下这个大家伙的可动，我实在是很难在镜头前展示，它不仅又大又重，关节还很紧，比较难掰。据说出版佐阿曼熊的关节更紧，如果调得再松一些，就难以支撑4斤的体重了。目前的松紧度来说，算是刚刚合适的。这个熊的可动还算不错的，各种姿势也都能做出来，完全够用了。雷克萨本身的素质就不错，加上米莎熊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当年通宵玩War 3的时候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属实是圆梦系列，因此评价的时候难免会加上一层滤镜。即使抛开这层滤镜，2个加起来9张半的大家伙，这个表现我也是挺满意的。希望后续有厂家再出个豪猪和战鹰，甚至双足飞龙，那就完美了。好了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